这2天最热闹的新闻是什么？当然是世界杯开赛。提起足球，你最先想到啥？是怒气不争的国骂，对得起我们吗？日你妈退钱，脸都不要了。还是那些好看好听的歌曲，亦或是那些球场上的不雅行为，以及足球流氓们匪夷所思的战绩？大家好，我是戴眼镜拿着话筒的拉塞偏偏。不论你是不是球迷，在接下来的这段时间里，都会看到各种关于世界杯的资讯。球迷小伙伴们可以现在就把支持的球队打在弹幕里，来，买定离手，看谁能拿下这届的大力神杯。偏偏虽然不算什么资深球迷，但是本着不管谁打平安线，我都要帮场子的原则，我可以发挥特长，给大家盘一盘值得一看的足球电影，让大家在半夜等待开赛的时候有个乐子可以看。这里咱们先从国内的足球电影说起。说实话，国足是个什么样子，大家心里都有数。而国产电影的水平基本处于偶有佳作，整体不行的状态。这2个底 buff 一叠加，国产足球电影值得一看的就剩一个星爷的《少林足球》。但实际上，中国的足球电影不止这一部。民国时期就有一脚踢出去和2对12部作品，都是借足球讲民族尊严。那个时期，中国的体育事业虽然不发达，但好歹还有李惠堂这样的球王。新中国成立后5、6年，上海电影制片厂推出国内第一部体育电影《2个小足球队》，本质上是借足球讲青少年家庭教育的问题。以现在的角度看，这部电影里蕴含那个时代特有的质朴。再后来还有飞靶足球、加油中国队，以及女足题材的女足9号，讲的都是球员们为国争光的故事。2001年少林足球上映，这是星爷和达叔合作的最后一部电影，仅在香港就创纪录的拿下了6000多万的票房，在全球也有着非同寻常的影响力。后来被《时代周刊》选入世界25部最佳体育电影。少林足球的火热不是没有缘故的。首先，它上映的时间刚好是中国队亚洲区预选赛晋级之后，这是中国队第一次打进世界杯。而且体育电影的套路与中国独有的功夫片套路其实很接近，都是要文明精神、野蛮体魄，都要经历挫折，然后苦心磨练，最终战胜对手，达成个人的圆满。所以功夫和足球本身就是相契合的。如今再看这部影片，那些在大城市中如蝼蚁般漂泊的师兄弟，在困顿中求生，最终找回尊严，突破自我。整个电影看似荒诞无比，其实十分契合拼搏奋进的体育精神。少林足球播出的第2年，中国足球在02年世界杯中惨败，不但小组没出现，甚至一球未进。但谁也没想到，那居然就是巅峰了。因为之后国足江河日下，再也没有冲出亚洲走向世界，中国也再也没有出现过现象级的足球电影。所以我们本期视频要盘的电影大部分还是国外的，我会简单按照足球与民族、球队、球员、球迷以及女足和教练的分类，一一给大家做推荐。在上个世纪中最值得一提的足球电影，当属1981年拍摄的《胜利大逃亡》。影片以2战为背景，虚构了一场战俘和德国国家队的比赛。这个战俘营凑出的球队可不简单，演员里有球王贝利、阿根廷球员奥斯瓦尔多·阿迪列斯、比利时球员保罗·范西姆斯特，还有来自波兰、爱尔兰、丹麦、荷兰等众多足球运动员的加入。没错，真的是专业球员来出演。这是队伍里最不专业的，当属史泰龙饰演的主角。他原本只会打橄榄球，但为了越狱加入这支战俘球队，充当替补守门员。人家守门都是靠扑救，他靠的给对手一记抱摔。当比赛打响之后，德国队在裁判的偏袒下，开始效仿后来的韩国队，全然不讲武德。贝利饰演的主力球员甚至被打上下场。不过这么明显的黑哨也激起了战俘们的斗志，都是热血男儿，谁还不是生死看淡，不服就干。他们放弃了从下水道逃出升天的机会，堂堂正正的击败德国队。最终球员们在球迷们的欢呼簇拥之下，从正门冲了出去。这个结尾的确是有点乌托邦的味道。据说电影原本是一个严肃的剧情片，结局是全队遇害。不过这么一改，反倒又多了一层体育振奋民心的味道。在2003年，德国也制作了一部足球喜剧电影《伯尔尼的奇迹》，目前在某瓣上有着8.1的高分。电影背景设定在1954年瑞士世界杯，此时的德国已经被铁幕分为东西2个国家。主角小男孩的父亲是一个从苏联战俘营返回家里的人，他就像是西德的缩影，在旧日的伤痛中难以自拔。1954年的世界杯，人们急需德国战车拿下一场胜利，提振民心士气。然而德国队第一场比赛就遇到了拥有传奇前锋普斯卡什的匈牙利队，直接被人家踢了个8-3。好在全队支持后勇，后续比赛高歌猛进，杀进决赛圈。另一条主线便是主角小男孩与父亲之间的相处。随着碰撞，父亲与孩子开始相互理解、相互支持，如同这个国家开始和过去的罪恶和解。最终，父子俩一起驱车前往瑞士伯尔尼观看世界杯决赛。这是世界杯历史上真实的传奇比赛。
西德队在决赛重新对线匈牙利队。赛前，德国教练说，如果当天下雨的话，那么德国队就有可能获胜，仿佛是上天垂怜。开赛时居然真的下起了雨，直接给这场比赛披上了神秘和浪漫的色彩。而这场比赛本身也是个奇迹，匈牙利开场8分钟就梅开二度，随后西德队也只用了8分钟围进了2个球。在比赛还剩6分钟的时候，出现了一系列戏剧化的桥段，最终西德队以3-2获胜。很多时候，体育赛场上的成就真的能影响一个民族的士气。这场博尔尼的奇迹就是西德重振雄风的一个重要转折点。除了国家之间的角逐，现代体育运动的单位还得是一家家俱乐部组建的球队。大家都是哪家俱乐部的粉丝呢？可以打在弹幕里认认清。关于俱乐部的电影，我觉得最经典的要数2011年的《曼联重生》，这是所有红魔粉们必刷的一部电影。影片从曼联神圣3杰之一的波比·查尔顿的视角，再现曼联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天——1956年2月6日慕尼黑空难。简单来说，曼联这支队伍因为英足总的刁难，需要在欧洲参加完欧冠比赛后，立即赶回国内备战联赛。可天不遂人愿，他们返程时遇到了德国的暴风雪，球员们所乘坐的飞机在第3次尝试起飞的时候失事。这场空难让曼联遭遇灭顶之灾，8名队员离世，2名队员因伤退役，主教练重伤住院。后来成为传奇的波比·查尔顿幸免于难。然而，真正的勇士永远不可能被打垮，而那些杀不死你的，终将会使你更强大。2月19日，缺兵少将的曼联重返赛场。6个月后，主教练马特·巴斯比重掌帅位，在慕尼黑空难10年后，抓着队伍夺得欧冠冠军。浴火重生之后的曼联进化成真正的红魔。无论你是不是曼联球迷，我想这部电影都值得一看。足球这项运动既要讲究团队合作，也呼唤能扛起重担的个人英雄，球员才是足球电影的主角。男人聊起足球，一般先问你是哪个队的球迷，然后就是问你是哪个球员的球迷。要是梅西粉和 C 罗粉撞一块儿，能吵个3天3夜。在2005年，美国上映了一部励志向的足球电影《一球成名》。名字虽然是一球成名，但是电影却告诉你，一个人为了踢出那一脚，背后要付出多少艰辛与努力。电影主角桑提亚哥是一个从墨西哥偷渡到美国的黑户穷小子，为了和咸鱼有所区别，贫民窟里讨生活的他坚持足球梦。他的足球天赋被伯乐发掘，桑提亚哥抓住机会展现自己，突破重重困难，来到英国纽卡斯尔联队试训。在一次次失败和探索中，小伙子抓住每一次机会，成长为一颗新星。不仅见到了贝克汉姆、齐达内等球星，更是顶着压力，在纽卡斯尔对阵利物浦的比赛中，靠着初次发挥拿下比赛，成功帮纽卡斯尔拿到了进入欧冠的门票。这部电影拍摄时得到纽卡斯尔联队老板的大力支持，允许他们拍摄真实训练和比赛过程。片中展现的足球动作不仅专业，而且漂亮。这部电影后续还推出了2和3，成为首个足球电影3部曲。桑蒂亚哥的故事虽然是虚构的，但对于许多第三世界国家，足球就是这样一个能实现阶级跃升的途径。在足坛中，贫困出身的巨星非常多，比如马拉多纳、内马尔、C 罗、贝利等等。2016年，球王贝利的故事被改编成电影上映，此片名为《传奇的诞生》。片中贝利的故事从贫民区赤脚踢球开始，他吃尽苦头加入球队，因为自己特别的脚法总是被教练否定，导致贝利总是迷茫、自我怀疑，甚至差点当逃兵。当然，他最终还是战胜了自己，在1958年世界杯上靠精灵一样的脚法征服了世界，为巴西带来一个冠军。电影情节虽然有些套路，不过是根据真实故事改编的，贝利本人也在其中客串。如果你看完这部电影觉得还不过瘾，也可以找来58年世界杯的那场比赛视频看一看。球员和球队的成功离不开球迷的支持。1997年电影《极度狂热》刻画了一个舍利子级球迷的形象，主人公是阿森纳的死忠粉，生活中的一切事物几乎都围绕着足球和阿森纳球队，所以全片的矛盾焦点集中在足球爱好和家庭之间的冲突。如果有人问你媳妇和妈掉进河里先救谁，其实还有一种办法，就是教会他们游泳。所以在面对媳妇和足球谁更重要这个问题时，你可以选择把媳妇也变成球迷。足球就是有这样的魅力。片中对球迷生活的矛盾做了细致探讨，主角在看球时患得患失的紧张模样，简直就像是在球迷家里装着监控一样写实。剧情结构也非常简单，可以不费脑子的看完。不过再喜欢的事物都得有个度，过犹不及。球迷群体中有这么一股越界的力量，他们被称为足球流氓。2005年上映的《足球流氓》讲了一个美国小伙子马特来到英国投奔姐姐，加入一个足球流氓组织 GSE。这个组织是西汉姆联的球迷，他们打着始于足球、止于足球的旗号，整日宣泄着暴力，还自诩文明，但实际上暴力就是暴力，永远存在失控的风险。电影刻画了2个流氓组织之间的恩怨纠缠，可以作为了解足球流氓的入门电影。
当然了，足球不只是男人的领域，也有女性参与。这里推荐两部电影《足球女将》和《足球尤物》。2007年上映的《足球女将》讲的是女孩格雷斯在哥哥去世后发誓要完成哥哥的遗愿，加入高中球队，打败球队宿敌。作为女孩，要想加入男子组成的球队，需要更加艰苦的训练来提升身体素质，需要直面别人异样的眼光，需要更加坚定的心。在经历过一次次磨砺后，最终他拿到机会，在关键一局战胜对手。电影情节有些套路，不过其中关于个人成长和家庭关系的刻画都很精彩。2006年上映的《足球尤物》是个纯粹的喜剧，虽然剧情十分抓马，但却别具一格。片中的女主为了证明一下谁说女子不如男，乔装成双胞胎哥哥的样子，加入了校足球队，搞出了一系列啼笑皆非的操作，挺适合球迷们在喜欢的球队输球以后找来看一下，乐一乐。这里我就不多赘述了，咱们谈下一话题。母猪的是球队的教练。俗话说，兵熊熊一个，将熊熊一窝。教练有多重要，就不用我多说了。关于教练，大家可以看一看09年的电影《魔鬼联队》，里面讲述了英国传奇教练布莱恩·克拉夫的故事。而我今天重点要给大家介绍的是这么两位教练。2010年上映的韩国电影《赤脚梦想》，说的是一位韩国的足球运动员因为生意失败，来到东南亚国家东帝汶找生意。在这个穷的只能看大猩猩呲牙的国度，还真让他找到了商机。韩国人发现这里有一群特别热爱足球的孩子，每天只能赤脚踢球，于是就购置了足球装备卖给孩子。这样的商业头脑，那是注定和发财无缘了。然而在和孩子们踢球相处的过程中，这位韩国健将也逐渐顿悟了。他组织起一支穷酸的少年足球队，并且克服一切困难，把他们带到世界上参加比赛。最终，小球员们在和日本少年的比赛中获得胜利。影片根据韩国运动员金信焕的真实经历改编。金信焕于2001年来到东帝汶，被当地的小孩子打动，免费教踢球。04年，他带领东帝汶国足少年队获得第30届里贝利诺杯国际少年足球赛冠军。虽然说韩国的体育精神就是个笑话，但笑梗不笑人，扶贫真男人。金信焕虽然没让东帝汶脱贫致富，但他给当地带来的精神财富已经值得点赞投币了。而最后要说的这部电影是俄罗斯的电影《最后一球》，男主尤里算是个落魄球星，机缘之下在一家小城市的球队做教练。在经历了坎坷之后，他终于把一帮扶不起的烂泥塑造成敢打敢拼的足球运动员，并且带领他们与高手对决。最后一球虽然故事有些老套，但很能触动人心。不得不说，老毛子在玩热血方面还真有一手。也许高端的足球比赛还得看那些豪门，但是我想，足球这项运动的生命力其实就在穷困中踢球的东帝汶孩子身上，在一支支不为人知的小球队身上，在所有热爱足球、参与足球的人身上。而金信焕和尤里这样的教练，就是孕育足球生命力的种子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基本就说到这里。本届世界杯又是诸神的黄昏之战，不知道哪家的勇士能笑到最后，也不知道中国的球迷们什么时候能到世界杯为自己家加油。国足你要支持啊，你要加油啊！最后祝各位球迷影迷们在世界杯期间都能看到好戏，也别忘了点个赞支持一下陪你们的偏偏。咱们下期再见，拜了个拜。